40岁后无婚无子，万一哪天倒下了，谁来签字呢？今年5月，全球社会学智库和多国离岸人口数据流给出了一个冷酷的数据：在硅谷、新加坡、东京、曼谷等华人聚集的城市，40岁以上处于无婚无子状态的熟龄独居华人比例突破了历史高位。以前大家习惯了靠平台背书，靠着大厂光环，假装自己拥有一切。可一旦人过40，身体和精力开始下行，外部环境的红利大减速，猛然一回头，才发现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手机微信里躺着几千个好友，真到了深夜突发疾病躺在手术台上时，那张空白的签字单甚至不知道该让谁来签。传统的血缘防线因为距离和观念在断裂，婚姻防线在加速退化。大厂的政策更能在一夜之间把我们这些资深老兵格式化，让这些庇护网一个接一个碎掉。后半辈子，人到底靠什么才能在异乡稳稳地接住自己？1200年前，44岁的白居易经历了一场一模一样的体制清算，但他没有写诗抱怨，也没有向体制求饶，而是用30年的时间，肉身趟出了一套至今无懈可击的闭环账本。44岁之前，白居易是大唐帝国这个超级大厂的高管，他29岁中进士，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通关者。在30多岁的黄金年龄，他当上了左拾遗，也就是皇帝身边的首席咨询顾问。那个时候的白居易满脑子都是宏大叙事。他写新乐府、秦中吟，天天在朝堂上直言敢谏，觉得体制就是自己的亲爹，觉得自己手握技能就能一辈子躺在朝廷的功劳簿上。但到了元和10年，大唐帝国发生了突变，朝廷的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刺客当场刺杀，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风暴眼，政客们全选择闭嘴观察，只有白居易一冲动上了书，要求严办凶手。在体制内看来，白居易这个举动彻底越界了。你一个管文化意识形态的，越过部门去插手安全和刑部的事，这就是越权操作。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清除他，他们利用当时最严厉的合规漏洞进行构陷。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时掉进井里淹死的，而白居易的诗集里偏偏写过赏花和心景的字眼，这在当时被判定为有害名教，大逆不道。一纸贬书下来，白居易的精英标签被剥离，被一脚踢到了鸟不拉屎的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当了一个名义上有编制，实际上没有任何决策权的江州司马。如果只是职业生涯被腰斩，咬咬牙还能挺，但是命运开始对他的血脉进行连环绞杀。他的大女儿在长安动荡中早夭，他的二女儿在前往江州的流亡路上也夭折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江州面江临水的破旧小屋里，事业彻底熔断，孩子没了，原来给他无数好处的体制，此刻把他当成废弃零件扔了。这跟今天很多45岁遭遇清洗，手持签证面临60天离境倒计时的跨国精英一模一样，自己没犯任何错，只是年龄到了或者政策变了，自己引以为傲的20年资历瞬间清零了。换作普通文人，面对这种阶层滑落的羞耻感，要么天天写诗向体制求饶，要么自暴自弃。但白居易在江州的那几年彻底认清了自己，只要继续迷恋体制给自己的虚假体面，就注定成为时代的耗材。大和3年，58岁的白居易做出了一个全天下卷王都看不懂的决定，他彻底放弃了重回长安权力中心的幻想，主动申请调到东都洛阳，接手一个根本没人抢的闲职——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帝国考核系统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留司官。我们来看看白居易，但这个留司官到底是个什么？第一，他发放基本俸禄，虽然没有大厂的年终奖和期权，但旱涝保收，大唐不倒，这笔基本工资就雷打不动。第二，最核心的资产是他拥有100%的时间自主权。这个职位不需要参与朝廷的 KPI 考核，不用天天开会，不用向上汇报，更不需要卷进新旧党争的绞肉机里。白居易在中隐诗里把这个职位写得明明白白：大隐驻朝事，小隐入秋凡，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用现代的话说，大隐就是待在大厂核心圈死卷，表面风光，但风险高，随时面临系统大清洗。小隐是指彻底脱离社会，去深山老林躺平，但没有财务来源，无法维持开支。
在白居易看来，顶级的生存解法是中隐，利用体制的闲职守住一口饭，把身体借给系统打卡领基本工资，但把心智、精力和100%的时间主权彻底抽离出来，亲手造一个属于个人的私有主权生态。白居易用刘司官带来的大量空白时间，在洛阳干了他人生的第2件代表作，彻底砸碎对血缘、对传统婚姻防御网的心理依附，亲手搭建了一张长在洛阳泥土里的搭子互助网。他在洛阳锁定了2个核心合伙人刘禹锡、裴度，这3个人是经历过风浪的同一物种。刘禹锡，全中国生命力最硬核的技术专家，流亡整整23年，被贬了大半个中国，满手是泥，但命硬的像块花岗岩。裴度，曾经的3朝中书首辅，同样看透了体制的存量内耗，跑到洛阳买了地皮，退休避祸。这3个被体制筛选出来的边缘中年人，满足了微型互助团队的3个闭环条件：一、风险和认知完全同频，大家都死过一次，对宏大叙事和体制恩赐不抱一丁点幻想；二、空间近邻，协作成本低。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住所空间距离很近，走路就到，没有跨地域协同的物理摩擦。三、高频高质量信息交流。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专门编了一本留白唱合集，你发一条信息，我回复一个，一来一回写了100多首诗。他们在用这种高频的脑力激荡，强行维持精神的清明和对生活的掌控感，不让自己在闲散中废掉。到了晚年，白居易把这个去中心化的细胞团队扩大到了9个人，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香山9老会。这9个退休的老头不靠儿女天天守在床前，也不指望原单位发退休金，他们互相出资置办局部资产，比如修缮香山寺，而生老病死则由这个社群内部轮流看护，谁生病了，大家轮流去找大夫清算医药费，谁精神苦闷了，随时叫起来喝酒。白居易的这套打法在洛阳运行了整整30年，直到晚年，他盘点自己的账本，极其骄傲地说：全洛阳再也没有比我更安稳的人了。这份安全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用以下3步操作手法在废墟上亲手重建的。第一步，启动底盘思维，实现资产去杠杆。白居易之所以当那个闲职，是因为他要确保全家每个月有一笔稳定现金流，确保家里天天有米下锅，底盘不乱。对现代中年人的启示是，立刻砍掉那些为了维持虚假体面而产生的高成本、高杠杆开支，那些名牌轻奢、豪车房贷，能砍的赶紧砍。找出一个最不容易被年轻人替代、最需要中年人社会沟通经验的稳定路子，哪怕钱少，只要稳，能保住每天的饭碗，这就是咱们下半场的底盘。第二步，人际关系查杀，精准筛选3到5个能托底的搭子。白居易找的刘禹锡是人品端正、能有过命交情的人，对我们中年人的启示是：打开自己的通讯录，来一次冷酷的大扫除。那些平时只会跟你扯宏大战略、满嘴职场黑话，出了事儿第一个找不到人的联系人，全部拉黑吧。找出3到5个同样面临职业危机，但人品过硬、做事踏实、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建一个小群，高频的在线聚聚。第3步，保持微型非标产出，死磕有用性。白居易在洛阳不仅组织唱和，他还带头集资搞了当地1河8节滩的疏浚工程，帮老百姓解决了坐船触礁的难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大脑都没有退化，始终对身边的局部圈子有用。对现我们中年人的启示是：产出不需要去跟大平台拼流量，更不需要惊天动地。把自己前半生攒下来的经验或者特定行业的微观方法论整理成一个垂直的独立自行服务，目的不是马上发大财，而是让自己始终保持跟社会的接触，确立个人的局部主权，不让自己在家里烂掉。白居易晚年时把自己一生所有的作品、文集和身后名托付给了比他小40岁的晚辈李商隐，让李商隐来为自己写墓志铭。他直接跳过了那群已经无法沟通的血亲，将生命最后的叙事权交给了他自己跨越代际、亲手筛选并建立强信任的后辈。这是搭子互助网络的最高境界，连我整个生命的叙事都由我自己选择的人来负责。现在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用再去羡慕那些大厂的铁饭碗，那个靠着宏大平台背书躺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才是新的开始，新规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唯物也极其浪漫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选搭子。当我们把这张去中心化的人工安全网织起来的时候，有一天如果自己倒下了，也不会感到恐慌，因为我们很清楚自己并非无依无靠，我们仍然被这个世界稳稳地接住了。